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2026年的这几个月，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自己的 X 上连发了几篇轰动世界的文章。上一篇我们已经讨论过，那是2月14日，那时候美国刚刚闪电拿下委内瑞拉，全世界的焦点还在关注格陵兰岛的问题上。达利欧有感而发，警告2026像极了1936，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暴力重构的前夜。但是实际上，暴力重构恐怕已经不是前夜了。在达利欧这篇博客发表后还不到半个月，美伊冲突正式爆发。但是没有委内瑞拉式的速战速决，伊朗随即启动了数十轮的真实承诺反击。在这场战争持续2周后，3月16日，达利欧又发表了一篇引人关注的文章，而且这一篇说实话多少有点把川普架在火上烤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一切都取决于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终极决战。这次的2026不再是1936了，而是1956。那195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1956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英国、法国、以色列3国入侵埃及，试图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却在美国和苏联的联合施压下惨败撤军，结果是直接断送了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是英国殖民体系瓦解的标志性事件。达利欧这次说的就是一旦美国输掉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美国的1956苏伊士时刻。当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亲手埋葬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业，而今天的霍尔木兹海峡也正在成为检验美国是否会走向衰落的试金石。所谓终极决战，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战，美国是输不起的，输了就是帝国拐点，会失信于盟友，像英帝国一样走向衰落，而赢了则可以巩固霸权，威慑全球对手，重塑霸主形象，那就真的是做到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你就说这是不是把川普架在火上烤吧？人家川普原本想的应该是像委内瑞拉一样速战速决，先几个小时以内完成斩首行动，再扶植一个新的代理人政权，以最小的代价大胜而归，全身而退。真要这样，那可能总统山上都要给他留块地了。但是事与愿违，代理人没有找到，伊朗反击的力度还不小，尤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条承担着全球 20% 到 30% 原油海运， 20% 液化天然气贸易，同时也是中东产油国 90% 以上原油出口必经之路的关键水道，如今已经近乎功能性完全关闭，航运基本陷入停滞，全球原油价格、通胀水平与金融市场是剧烈震荡。简单的说，就是世界彻底乱成一锅粥。受冲击最严重的正是中东产油国以及日韩这类高度依赖中东能源的国家，战争的成本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可控了。现在达利欧又说，不管战争代价如何，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美国都没有退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如果失去霍尔木兹，对美国而言，就如同1956年苏伊士运河至于英国，18世纪至于荷兰，17世纪至于西班牙帝国，那是真正的帝国拐点。所以这是什么激将法吗？这是要川普 all in 不计代价全力梭哈的意思吗？他说，如果伊朗最终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甚至仅仅保留谈判权，那么美国将被认定输掉这场战争，而伊朗将会被认定是获胜的一方。原因在于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武器加以控制，会清晰地证明美国无力解决这一局面。说白了，这是一个信用问题。如果特朗普与美国无法赢得这场战争，而胜利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能否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畅。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确保，是吧？那么他们就会被视为制造了一场自己无力收拾的灾难。
事是你挑起来的，那你就得有能力收尾。如果搞不定还引爆了全球危机，那你这个老搭档的确实有失水准。所以无论美国为何没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是国内反战舆论施压，特朗普中期选举不敢太强硬，或者是美国民众不愿意承担战争的伤亡与巨额开支，也有可能是美军无力攻占并长期守住海峡控制权，也有可能是无法拉拢盟友组建护航联盟，反正结果都不会改变。特朗普与美国只能宣告失败。达利欧这是在列举川普的100种输法吗？怎么好像就是没有提川普应该怎么赢呢？人家川普上明明自从开战以来就已经在不同场合全方位多角度的宣布我们赢了，没有100次也有几十次了，怎么达利欧就是只字不提呢？这是真的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吗？反而达利欧说，历史上的无数案例显示，一个看似较弱的国家会在关键贸易通道控制权上挑战全球霸主，比如埃及挑战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而在这些案例中，霸主一方，比如说英国会威胁弱国，比如埃及要开放通道，而全世界都在观望，并根据结果调整对两国的态度与资金流向。当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的世界霸主财政过度扩张，并因失去军事与金融控制权暴露弱点时，就要警惕盟友与债权人可能会丧失信心，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崩塌，债务资产有可能被抛售，本币也会因此贬值，尤其相对于黄金。他这个说的其实很现实。达利欧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是华尔街的老玩家，他最清楚资本在想什么。资本从来都是最现实、最趋利避害的。一旦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露出败相，让全世界看到他既打不赢也控不住场，全球的资金就有可能会用脚投票，撤离美元资产，连长期追随的盟友都会悄悄转向，另寻出路。那时候失去的就不仅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支撑美国霸权几十年的金融登记。作为美国的传统铁杆盟友，这回欧洲基本没有参与。当然这也是因为俄乌战争，川普把欧洲独自留在风中凌乱，是吧？人家欧洲家门口乌克兰的事还没有解决，哪里还有精力和财力去管伊朗那摊子事儿呢？而且其实现在看来川普一上任就撤掉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有可能就是在集中力量备战伊朗。不管怎么说，达利欧认为这场决定胜负、帝国存亡的终极决战会重塑历史，因为人力与资本会迅速自然地逃离失败者。如果特朗普兑现承诺，通过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消除伊朗对邻国与世界的威胁来赢得战争，那么它将会极大地巩固外界对美国实力的信心。但是反过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落入伊朗手中，被当作武器威胁美国海湾盟友以及全球经济，那么全世界都会被伊朗挟持，而特朗普则会被视为挑起冲突却一败涂地，还给盟友留下烂摊子的那个人。达利奥还有一个观点在文中他说到，就是战争中承受痛苦的能力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对伊朗人来说，他们愿意赴死，因为甘愿牺牲是伊朗人自尊的核心，也是换取最高荣誉的一种奉献和牺牲。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民众以及领导人对痛苦与持久战的承受力极为有限。我觉得华尔街的承受力更有限，所以按照达利欧的标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中，美国不仅得赢，还必须要大赢，还最好要以比较少的痛苦，用不算太大的代价来大赢。那真的是要天佑美利坚了。
这么一看啊，3月5号那天，川普找了全美的50个牧师，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围着他，按手在他身上，集体祷告，是吧？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现在他赌上的已经不是自己的选举，而是整个美国的国运了。但是以达利欧的这个标准，那除了不断的斩首，而且还得是迅速的在1-2周内斩得伊朗彻底群龙无首，或者伊朗内部崩溃，陷入内乱，导致无法再组织起有效的反攻和封锁，否则美国几乎不可能用很小的代价取得大胜。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可能要夺岛，派特种部队夺下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关键岛屿，比如伊朗的经济命脉哈尔克岛。但真要夺岛，那恐怕代价也不会小，而且就算是夺下了，伊朗不会反扑吗？夺下了能守得住吗？伊朗不会更大规模的摧毁海湾国家的石油设施来报复吗？即便夺岛成功了，某种程度上也是把自己定在了伊朗家门口的活靶子上，这个代价可不大好控制。而且就算夺岛成功，就能保证伊朗不能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恐怕也不能。就算美军把4个岛全占了，那伊朗其实也不靠那几个岛来封锁海峡。夺岛确实能重创伊朗经济，会让伊朗人过得更苦、更穷、更难，但恐怕也解决不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问题。达利欧的预测是，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是让伊朗继续控制海峡，还是将其夺回，都很可能是冲突最惨烈的阶段。这场将彻底分清胜负的终极对决，很可能规模极大。这场终极决战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将席卷全球，冲击贸易流向、资本流动和地缘政治走向。1956年，英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军事上其实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联盟是全面压倒性的胜利，伞兵空降，海军登陆，埃及的塞德港迅速被拿下。当年的埃及远比今天的伊朗更加弱势，面对英法意3国联军，其实是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在政治信誉和全球秩序上，英国却输得一败涂地。美苏2大强国施压，全球舆论反噬，英镑承压，盟友背离。在那场危机之后，英国再也不是全球性的帝国，世界正式进入了美苏两极时代。而眼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究竟能不能捍卫自己的霸主地位呢？作为一个小频道，这肯定不是我能预测的事。但是从达利欧的这篇文章里，他好像不是很乐观。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失败的后果，可能这才是他真正担忧的黑天鹅。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就会来仔细聊一聊文中提到的大英帝国心中永远的痛，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英国为什么会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最后却在美苏的联合施压中，在政治和经济上惨败离场，霸主地位拱手相让。而当年的美国和苏联又采取了哪些手段，兵不血刃的就逼退了英国。而今天的美国真的还会遇到同样的对手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